虎场大拷问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肖战。老天在上，我给我们大哥更好的家。我们看完电影之后感觉不得劲，希望你能开导一下我们。第一个点就是觉得笑点和道德一直在打架，怎么办呢？我觉得就是看电影嘛，你想笑就笑，你觉得想感动就感动呗。他们都说这是因为前辈想让你铭记这段历史，但是又不舍得让你太难过。是可以这么理解非常棒。看影评各种分析那些隐喻，就是停不下来，一直在刷。此时全职在家看德贤景致的解说了。那就让更多的人看到呗，让你周围的朋友，然后也去看。你周围的家人朋友都去看，看完你们就可以不止在网上去刷了，你们就可以线下讨论。那作为温泉系艺人哈，什么？话感觉很温和，感觉像在泡温泉一样，很舒服，一直在传输这种温暖的力量。然后他们都说莫德贤很碎嘴嘛，那他跟你本人的反差是%多少呢？没有那么碎我的嘴，但是精准输出吧，我觉得这个就要归功于我们的编剧蓝老师，我觉得他是一个文学修养很高的这样的一个人，所以这就大家说的嘛，最怕就是文化人骂人。成为莫德贤的经历有没有给你留下一些老式的习惯？哦，这个我还真没听过，老式年轻人就是以前的什么老干部啊，什么这种差不多吧，对吧？就是生活习惯比较老式吧，比如说什么，我说今天想吃个蛋糕，然后你去买了一个鸡蛋糕回来，就这种老式。返璞归真的感觉，我还好，我觉得我就正常吧。有没有作息规律？然后作息规律我一直都还行，我不太喜欢熬夜。那有没有听老歌？经常都听我在成长的那段时间听的那些歌，2000年代的那些歌，像周杰伦、孙燕姿、蔡依林、林俊杰他们的那些歌。看花絮的时候，感觉你跟狗狗的相处就是他很稳重，他有一种不属于他那个年纪的稳重。想知道你是怎么跟他拉近距离的吗？跟他玩嘛，你就跟他玩，然后坐飞机，然后骑小马，各种。他还坐飞机了呢。就是把它举起来，然后这样跑。小朋友都喜欢这样。他也有时候会上我的休息室，然后他会然后给他一些吃的什么的。那还有电影里面的台词都很有深意嘛，感觉就是每一句都可以品味出细节来，感觉不只是莫德贤想喊给村民听，喊给别人听，就是也在给观众讲一些什么事情。没错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好编剧跟好作品它能传达的价值。所以你在演之前，你都会先搞懂这些，他这个要传达几层？一定要。我觉得在这种特殊的题材，在饰演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故事背后，他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。那他还有那种像一个人那样慷慨赴死，像一群人那样前赴后继，就是这种台词吗？想知道你在念的时候，你是带着怎样的情绪呢？就是你觉得你演的时候是想要告诉观众什么的吗？在拍这场戏的时候，我想的就是我莫德贤今天我就是跟大家要诀别了，这是我写给这个世界跟我的后代千万的后代的一封离别信，其实就是这样。那大家还是有 get 到你的意思的，是网上那些解读。对，谢谢大家。那还有不少观众评价说你开辟了那种生理化演技赛道吗？你知道这个词吗？是，我觉得这是演员应该做的。我说实话，就是我们得投入进去，我们就是得忘记我们目前我们有摄影机，我们有灯光，我们有这些东西。如果我们自己不相信它是真的，我们怎么可以让观众相信呢？所以也没有什么所谓的什么生理师啊，无非就是我作为演员，我做到我该做的事情嘛。但是我们喜欢，我们就要给你贴上标签，撕掉标签。那大家都说有一个3枪放空的剧情，太爷没有被打到嘛？观众就说太爷说我什么手脚都没动，我就是命不该绝。你认可这个解读吗？我认可。我认为太爷身上的那种他是有隐喻的。这句台词也是跟藏海梦幻联动的吗？我还真没想到，说实话。还是很契合对吧？有一些。那观众都说你有拍一部剧学一门方言的 KPI， 要不要澄清一下？我觉得这是巧合吧，巧合。我一直在等我的那个本土方言重庆话的那个剧本啊。再写了。是。各位老师们，你会平时脱口而出一些非重庆话的方言吗？好像还好。我在拍戏的时候会有一些，比如说之前学习这个南京话的时候会有一些，但是其实结束以后就还好。感觉你的口音没有受到任何影响。
是吗？对啊，就是你录演的时候也没有，你现在也没有，这儿可是全东北口音最重的地方。但是其实，在拍摄现场的时候会有一些东北口音，对，可能私底下还是会注意一下。你有没有什么学到什么东北方言啊？东北啊比如，说什么带派啊？带派是啥？带派你不知道什么意思？不知道。带劲儿啊，带劲。没有学到这些。对，其实还好，因为我们这个戏，说实话也没有那么的大家以为的那么的东北。确实也没有口音啊。对，还行。有没有？反正到时候大家那个剧播的时候，在剧里面去看啊。那现在都会讨论演员有没有走出舒适区这个点吗？你觉得《德贤景致》它的拍摄啊，它的创作过程是痛苦的还是舒适的呢？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我的舒适区。我说实话啊，我觉得每一次我接一个戏，或者是我拍戏的时候，我认为都是一次挑战，都是一个去攀登高峰的一个过程。所以舒适区这个说法，我认为这是演员应该做的，就是不停的去尝试也好，不停的去接触一些新的东西也好，无论是新的角色还是新的剧情，不同类型，我认为这是我们演员应该做的。反正对于我自己的性格，我是不太想再去重复了。比如说某种类型或者是很相似的角色，因为我觉得人的这一生就这么短短这么多年，那就要做的事情很多。我希望每一次出现都可以给大家惊喜，我就是想这么去做，所以也就这么做了。不短，你还能再拍200部不一样的。那后面一个问题呢，是痛苦出好作品还是舒适出好作品呢？哎呀，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还真的跟一些导演还有演员讨论过。我觉得作为演员来说，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，我们不能去决定一个作品它的结果是好还与不好。那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力而为。具体落实到这个过程，它是让你觉得很累、很艰辛，或者是让你觉得很快乐、很舒适。我认为这两种过程的结果，它都有好有坏。所以我认为我没有办法去评价这个，我认为我给不了答案，因为我觉得它都会发生50%。那导演们跟你交流的，他们的想法是这样的。有的人会觉得说是，当你觉得很困惑、很艰难的时候，迎难而上，就说明你在进步了。这是其中的我听到过的一种结论。还有一方的答案就是在于说，如果你在这个拍戏的过程也好，当你在做很多事情的过程也好，你认为很开心、很正能量，然后很积极向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，你会获取到更多，所以它也会造成一个好的结果。所以就回到我刚刚说的50%。我们演员能做的，我认为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。但是你要说这个结果，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可以去把控的。